往下水道里倒一碗汤，下水道里的臭味和堵塞完全消失了。用这2招可以让你的下水道长久保持清香和疏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做饭洗碗呢是每个家庭都要做的事情，而这个小小的洗菜池，一天要容纳的东西可太多了。什么残渣、菜叶，什么残羹剩饭，时间长了，相信我们每家每户呢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那就是洗菜盆堵塞。尤其是在做饭的时候，那个心情别提有多糟糕了。造成堵塞的原因呢是有很多的，比如有污、食物残渣的菜叶，堵塞之后专门找疏通的师傅，那是比较浪费时间的，并且呢还会浪费钱，特别是赶着做饭时是没有时间等的，而且他们疏通一次的费用呢少则几十块，多则上百块钱，时间长了之后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所以今天我就来教你既不用花钱又可以成功疏通下水道的方法，而且方法呢还很简单，只需要用到一个塑料瓶就能够轻松搞定。相信如果你也掌握了这种技能，一年最少也能省下几百块钱的疏通费。无论是什么样的下水道堵塞，其大多数原因呢就是因为被异物卡住所导致的。如果你家里的下水道也堵塞了，千万别着急去找专业的人员疏通，我们也可以尝试自己进行疏通。首先呢就需要找一个矿泉水瓶，塑料瓶呢每个人家里都有，当里面的饮品喝完，我们往往呢就随手将塑料瓶丢弃在垃圾桶了。殊不知，这些看似无用的塑料瓶隐藏着许多出人意料的用途。现在我们就需要把塑料瓶检查一下，从瓶口往下1/3的地方，我们用剪子把瓶口剪开，操作时小心注意，瓶子呢有点滑。剪断后，再把开口处修整的圆滑一些，使其在疏通的过程中能够受力均匀。这样呢就可以使用啦。来到洗碗池，我们可以看到洗碗池里面的水呢基本上是处于完全静止的状态了，根本没有任何疏通的痕迹，就是我用手鼓的，水流也没有流走的趋势，基本就是完全堵住了。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到我们刚才改造好的塑料瓶了，将下面剪口处对准下水道口，把下水道口罩起来，确认好位置后，接着用手轻轻地抽动瓶子，上下这样抽动。可能刚开始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吃力，因为呢它有压力，我们持续操作，不要停下来，这样下面的一些残渣就会因为上面有巨大的压力被带动，从而出现空隙，然后呢就会被挤下去。这种办法呢就能很快的疏通这个下水道口了。但是现在的水流速度呢其实呢还是非常慢的，不过不要着急，我们持续抽动，等下面堵塞物流得差不多了，水流呢就会慢慢的快起来了。其实这个原理和我们用皮揣子疏通马桶是一样的，就是利用瓶子在来回不停的抽动的过程中，增加了下水道里面的压强，利用压强将下水道里面的异物给冲掉。我们就这样一直来回不停的抽动。喏，看见没？这会儿流水快起来了吧？看这水流速度，可以肯定下水道基本已经疏通完毕了。现在正常流水呢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但千万不能立刻就投入到工作使用的状态，而是要进行深度清理。因为此时下水道很可能呢还会有少量的异物卡在里面，比如油垢，这是最严重的堵塞物，如果不进行深度处理的话，很容易导致2次堵塞。至于深度清理的方法呢也很简单。首先我们来准备一杯清洁溶液，准备一个容器，往里边加入20厘米左右的牙膏，跟着我们往里面呢加入少许的洗洁精，讲汞数的话5汞左右。
跟着再往里边呢加入300毫升的白醋。白醋也有玻璃瓶装的、塑料瓶装的，玻璃瓶的价格贵些，这里呢我们用塑料瓶的会更实惠些。接下来我们再用工具搅拌一下，把里边的牙膏搅拌溶解。牙膏属于膏体状，不易溶解，直接投入使用的话是没有使用效果的，所以我们要将其充分搅拌溶解开，使其与白醋和洗洁精融合。好了，现在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这种家用可食用小苏打，然后呢倒入排水口这里。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，这玩意可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的，好用到不可思议啊！除了可以清洗瓜果蔬菜，还可以用来清洁油垢，各种污渍。接下来我们再把这溶液呢一同倒入下水道口。这会儿它们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，然后解决下水道内的污物了。小苏打能与白醋呢发生化学反应，从而起泡沫的原理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但小苏打不仅仅能和白醋发生反应，还能与洗洁精发生反应。当我们将小苏打撒入洗碗池中，再加入这碗溶液，这时候小苏打呢就会与洗洁精中的酸性物质发生反应，从而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，而这些二氧化碳气体会产生泡沫，并不断的膨胀。这样一来，就会推动洗碗池中的污垢向管道出口移动，而随着污垢被推动，管道中的压力呢也会逐渐的增大。当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将污垢推出管道口，从而达到疏通下水道的效果。不仅如此，白醋呢也有软化污渍的作用，而洗洁精对付有污更不在话下。这里利用泡沫可以使白醋和洗洁精长时间附着在管道内，从而有丰富的时间来软化污物。等它们彻底排干净，那么下水道口呢也就处理的差不多啦。这个方法疏通下水道的优势不仅操作简单，而且经济实惠，不需要花费额外的费用就能够解决问题，且还不需要请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疏通。而且使用小苏打搭配自制溶液这种方法疏通下水道，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环保、无污染，没有化学成分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，同时也不会损坏到管道。不像其他的化学清洁剂具有很强的腐蚀性的，长期使用呢还会担心腐蚀管道内壁。而且使用小苏打疏通下水道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，如果定期使用小苏打进行清理和疏通，可以有效的预防下水道出现再次堵塞的问题。总之，小苏打加自制溶液疏通下水道是一种简单、经济、高效、环保的方法，非常适合家庭使用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里边呢倒入刚烧开的热水，一同倒入管道中，利用开水的温度和冲击力，就能充分软化分解掉里面的油垢，这样就能够彻底把下水道清洁干净。下水管道清洁干净了，就不用再担心会出现堵塞的问题了。还有一点，厨房下水道的管子基本上都是加厚耐高温的，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开水会把管道烫变形。现在洗碗池呢就可以正常的使用啦，而且和新安装时一样好用哦，流水通畅，没有异物，更没有异味。看完以上内容以后，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清理下水道的方法，但仅仅只是掌握方法呢还是不够的，在平时生活中我们也要做好注意事项，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避免下水道拥堵的情况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